公子，老李，哟，这谁啊？什么时候到的？今日刚到。我是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就差没抹脖子上吊了。终于磨得我们家老头子同意，把我给调回来了。你小子最近怎么样？听说在永庆过九死一生，恢复的如何？就是不知道你这一身武功还在不在了？试试便知。好久没和你比划比划了。好。倒是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疼。我扶你回去，扶你回去。慢点，慢点。金公子，我家大人重伤未愈，你怎么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？你当不当他是你兄弟了？哎呦！哎呦！啊！你跟金宵打的可还尽兴啊？刚才金宵非要逼我动手，他非说要试我。哎，那个是这样，老年其实这段时间有你照顾我吧，我确实好了一大半了。不对，好的差不多了，这全都是你的功劳，谢谢你啊，老娘。我错了，我好了，我好的不能再好了。你说我这要是没发现，你打算瞒多久？我这不想着，如果你能这么一辈子都照顾我，不是也挺好的？不，啊，疼，啊，痛，真的痛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秉州的客栈还真不错。二王子，你以前就住这儿啊？我还算什么二王子？现在天下人都当我是永庆国的罪人，弑父谋反，通敌叛国。这一切都是庆泰的诬陷。二王子，你若是再这么消沉下去的话，那可就真遂了他的愿了。我不孝，我从来没有在父王面前尽过孝。你还记得王上交代的事吗？他要你究极暗部，打倒庆泰，这是他的遗愿。如果您真的想尽孝道，就请完成他的遗愿，才是最大的孝道。不错，我不能辜负父王的期望。世子初上战场，偶有失误，也是人之常情，不必过于自责。军需乃是重中之重，明面上虽是降职，可实则世子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。金大人放心，因我儿时的那批粮草军饷，我必定会想办法把他们补回来。好了，既然你们也都回来了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并肩作战，共抗外敌。庆泰成为新的王上，只怕会有新的动作，我们应该及早防备。大人，听闻大人武艺高强，不知可否指点指点我？你们是玄甲营的吧？是的，是。说吧。走。
是为了那些被你葬送的玄甲用的兄弟，这一棍是为了那些被你割过的君子。走，师尊，肋骨好像断了。传军医，是。师尊，别动啊！怎么，专程来看我笑话的吗？玄甲营死了这么多人，你只断了一根肋骨，他们也算是手下留情了。这不是笑话你，而是让你知道，身为将领，士兵的生命都攥在你手上，你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成千上万条性命。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玄甲营损失最为惨重，他们应该头一个拿到军需，可如今连件冬衣都没有。怎会有这种事？你是军需都院使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自有决断，你无需多言。行，既然都院使有了分寸，告辞。那世子你好好保重，我们先走了。郡主臂上的伤，可好些了？赵孝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宝宁是我的妻子，不许你再打她主意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不要再扔下她，让她受伤。哎，好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说话那么冲干嘛呀？李谦，人家世子身上还有伤呢，你想干嘛？哎，走啊，回去吧，走啊，走。哎呦，我的世子爷啊，您身上这伤还没好呢，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有什么事儿，您喊我过去，吩咐一声就行了。蔡双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。我问你，玄甲营为何一直领不到军需？世子，玄甲营人员巨减，自然是要排在后面的，而且军需又不够，这排在后面的领得到领不到，那自然还得看运气了。这朝廷每年发下来的军饷有30万两，这30万两还不够士兵们穿一件冬衣吗？世子爷，冤枉啊！您这是错怪属下了。您看啊，这每年的军需到咱们手上能有15万两，就已经算运气不错了。上次大战，您带走的军需，差不多把咱们的家底都给掏空了。现在不是我不发，是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。这竟然都是我的过错。30万两，30万两，我要怎么筹啊？哎，世子，属下回来了。哎，世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意外而已，没什么大事。这些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是侯爷让属下带来的。侯爷说了，世子您轻敌冒进，损失了粮草辎重，若是不及时补上这个大窟窿，只怕以后会有大麻烦，所以调来这些银两，以解您的燃眉之急。父亲。哦，对了，除了这些，还有粮草，应该也快到了。属下先出去迎迎。有了这些银两，兵士们就可以勉强过冬了。世子，
这些银子虽然不少，但是只能解一时之急。今冬过了，明春呢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属下有一计，可以让这些银子再生出银子，不仅可以让军中安然过冬，而且可以保来年无虞。什么法子？说出来听听。就行了。这法子可行吗？怎么不可行啊？往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要不然一年只有10几万两银子，怎么够用呢？那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办。若是出了什么纰漏，我找你算账。世子放心，包在属下身上。蔡大人，这是有新买卖上门了？这可是大买卖。夫君回来了，还不过来陪陪你夫君？夫君稍等，等我画完就去陪你。我可不能等，你想要吗？自己过来拿。哎，你先给我，我很快就画完了啊！这什么呀？给我！哎，我看看。给我！不给？先给我！你过来拿呀！给我啊！看看。郡主，那你好好给我解释解释。我给你看一个神奇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剑呢。郡主，你忘了太皇太后交代的了吗？是什么样的吩咐能让下人管着主子呢？高小姐又来送汤啊？给我吧，我替你送给大人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我看千哥哥才回来，想必也劳累，就不多打扰了，替我问声好吧。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小姐，什么？郡主和妻儿不能圆房？什么？郡主和谦儿不能圆房？哎呀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说什么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。我李长青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那太皇太后也不能让我李家断子绝孙呐。李伯伯，您先消消气，别着急。这郡主也是身体不好，没办法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好了，妙容，这件事情我和你李伯伯商量，你先出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去那边说吧。走。世子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军需的事情。你是想当军需都运使吗？军需亏空不是小事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军需处已经没有余粮了。世子，这件事情如果不及时解决，万一引起军中哗变，就出大事了。
我们李家在锦西有几亩田地，我已经把今年的产量全部弄出来。之前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？是不是觉得没了你，我什么都办不成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为了军中将士们着想。好一个为了军中将士们着想，什么都要你李谦来想。我赵孝难道是个死人吗？军需是我的职责，我自己会看着办。你不能拿兄弟们的生命开玩笑！我没开玩笑。你若是不信，我现在就给你立下军令状。若是1个月内我没有解决锦西的军需问题，我提头来见。叔父，蓉儿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叔父了？叔父，瞧您说的，这些书都很久没晒了吧？这几本古籍，要是再不晒一晒，就要散架了。你呀，这以前总围着叔父转，这晒书的活你全都包了去；后来总围着大公子转，这些书自然就没人管了。这个莲子羹是给叔父做的吧？还真是好久没有尝过蓉儿的手艺了。叔父，您早年跟着李伯伯出生入死，多有操劳，心中难免心火旺盛。这莲子啊，清心去火平肝，以后蓉儿每天都给您做。好，还是我们家妙蓉贤惠。对了，叔父，这李伯伯的情况估计跟您差不多。叔父，您可知道李伯伯的口味？我给李伯伯也送1碗去。别，你李伯伯平时就喜欢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你给他这个甜羹，他只会嫌弃。倒不如准备2坛好酒，泡些药材，既给他解了酒瘾，还给他补了身子，一举两得。是，那我去晒书了。叔父，您这也太不小心了，这文书就这么夹在书里。这是我和谦哥哥的婚书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呀，哎呀，这还是你们小时候有一次，我和你李伯伯喝酒，我们喝醉了，他呀稀里糊涂的就立下了这个婚书。哎呀，都是多年前酒后的事情了，不作书的。这是李伯伯亲笔写下，白纸黑字，怎么不作书？妙容，你的一片痴心，叔父知道。可是大公子已经有了郡主了，难不成让大公子休了郡主娶你吗？不要强求。不，谦哥哥不用休郡主，也一样可以娶我，我可以当平妻的。蓉儿，叔父，妙容自小就没了爹娘，是您拉我一手长大的，在蓉儿心里，您就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。我的事，您做不了主，还有谁能做主？我一直都喜欢谦哥哥，可是谦哥哥如今娶了郡主，叔父，若是没有这婚约，蓉儿也不敢痴心妄想。可是现在有了这婚约，叔父，蓉儿求求您，您就帮蓉儿这一把，就当妙容求您了，叔父。蓉儿，叔父无儿无女，
你于叔父而言，就如亲生女儿一般。也罢，今日叔父我就豁出这张老脸去了。叔父，老爷，别看了，赶紧上桌吃饭吧。今儿都是你爱吃的菜，还有你爱喝的酒。好，李大人，呀，福玉来了，哎，来的正好，来上桌，陪哥哥喝2杯。大人，我不是来找您喝酒的。这个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？这什么啊？老爷，这是你何时写下的？夫人，这是大人9岁后所书。也许大人已经不记得了。现在大公子已经成婚，而且妻子还是郡主。这婚书我本不该拿出来的，只是，大人，福玉跟随您多年，从没求过您什么。这婚书就当福玉求您，给妙容一个平妻之位吧。哎呀，福玉啊，我知道妙容的心思，但是谦儿现在已经娶了郡主，所以这个平妻之位真是不好办呐。要不这样，李伯伯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嫁妆，在我们秉州城，不，整个锦西，你只要看上谁，我就让你嫁给谁，这样好不好啊？老爷，若真是让你为难的话，那妙容就当这婚书没写过好了。我就说妙容懂事吗？就是呀，妙容啊，一直都这么懂事。就是嘛呀！妙容，这孩子，妙容你这是干嘛？快拿走！妙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傻孩子怎么能剪头发呢？夫人，老爷，妙容若是当不成谦哥哥的正妻，让我当他的平妻也行。若是当不了他的平妻，做个妾也好。如果做不了妾，哪怕做个通房丫头。可是老爷夫人，若是让我嫁给别的男人，那妙容宁愿剪了头发做姑子去。哎呀，好了，可不敢再说这样的话了。好，不嫁就不嫁啊！那个夫人呐，赶紧带妙容去洗一洗、弄一弄，劝劝她，不要再做傻事了。好，老爷放心。走吧。哎呀，福玉啊，妙容这平日里一向温顺，怎么性子这么烈啊？大人，妙容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求您成全妙容吧。